回大禹建国。话说，自从黄帝喵一统中原之后，上古喵民们变成了一个大联盟。之后经过了4代贤帝的治理，颛顼、帝舜、帝喾、帝尧，华夏族群得到进一步壮大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天降洪水，喵民们不仅庄稼被毁，生命也受到了威胁。为了治理洪水，大家推举了一个名为鲧的喵来治水。鲧喵是建筑系的高材生，城墙就是我发明的。为了治水，他做了一堵墙来堵水。结果呢，水越涨越高，一决堤还把大家给淹了。鲧喵只能滚啦，但水还是得治啊。于是乎，鲧喵的儿子禹喵顶上。禹喵知道不能按照老爸的那套来治水了，会被打的，要想新八法才行。水是往低处流的，要治水不能光靠堵，要把水引入江河海才行。他开始全心研究地理情况，亚热带，好难呀！访山川，测地形，带领喵们按着地势高低开路挖渠，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，甚至3次路过家门口都没时间进去。老婆，怎么又没空回家啦？还因为老泡水，连腿毛都没了。这样忙啊忙啊，天下渐渐被划分为了9块，这就是所谓的9州。我们如今的地域概念，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那这是四川喵，我是广东喵，我是东北那嘎的喵。在禹喵的倡导下，各州之间开始相互帮助。13年后，禹喵终于打通了所有的水道，洪水成功被控制了。喵们非常崇拜禹喵，我要给你收牛仔。为了表彰禹喵的伟大，喵民们开始称呼他大禹喵，甚至还自发地拥他为新的首领。而治水后，陆路、水路的畅通，让9州的喵们可以前来进贡当地的土特产。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，大禹喵融了贡品里的青铜器，铸造了9个大鼎，每个鼎上都描绘着代表这个州的山川野兽，而拥有这9个鼎的大禹喵就是天下的霸主，昭告着天下已经是一个整体，这个一统的整体就是夏。一言九鼎的九鼎正是来自于此，鼎也成了炎黄喵民们最贵重的礼器。总的来说，从武帝时代进入大禹时代，喵民们的社会体制慢慢发生了变化。水患的治理让喵民们能安稳地生产，从粮食刚好够生存变成了食物有剩余，这让本来需要集体耕作的公有制慢慢消失。有了剩余之后，私有制开始出现了。偷偷藏起来。有藏的少，有藏的多，社会上就出现了穷喵和富喵，阶级就这么诞生了。当阶级变大，也就形成了国家这个形态。而作为领导者的大禹喵拥有着天下，就成为了阶级的顶端，于是成为了国家体制的第一个统治者。那么大禹喵建立了夏朝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？下一集夏家天下，要记得来看哟，喵。